我被抱错了。当亲生父母找过来的时候，我正背着背兜在地里割猪草，他们抱着我哭得很伤心，我却还惦记在山上放的牛，怕牛跑出去吃人家的庄稼。这时候有个女孩从他们身后出来，她穿着漂亮的裙子，头上戴着蝴蝶结，好看的让我自惭形秽。她看着我，眼中有愧，一直呢喃着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都不认识，她为什么要给我道歉？一我到家的时候，阿母破天荒的没做活，正坐在凳子上抹眼泪，爸爸也没去田里抢活计，而是坐在门槛上抽旱烟。自从弟弟生病了，爸爸已经很久没抽过旱烟了，毕竟能节约1分是1分，省得钱好给弟弟治病。我急忙跑过去，拉着阿母的手，阿母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邻居家王娘娘的鸡又啄吃了我家的小菜？你别着急，我去找她吵架，可不能再惯着她。我们家在村里穷，爸爸是个闷葫芦，只知道干活，阿母又生得懦弱，村里的人总是欺负我家，不是今儿占了我家的地，就是明儿砍了我家的果树。我家屋前从前有棵大梨树，梨花开得又白又香，梨儿结得又大又甜，弟弟很喜欢它，别的东西吃不下，却能吃几口梨儿，爸爸也会在赶集的日子卖梨补贴家用。可村子里的大爹嫉妒爸爸卖梨赚钱，竟趁着我们全家去干活的时候，偷偷把梨树砍了。弟弟哭得很伤心，我气急了，空了就拿着凳子坐在大马路边，骂了3天3夜。大爹听不过去，就拿着棍子想打我，我手里拿着砍柴刀，恶狠狠地盯着他说，大爹，我打不过你，但除非你把我打死，不然你家就自求多福。我在上学，懂法的，没成年干啥都不会坐牢。大爹还真被我唬住了，骂咧咧地走了，没敢下死手打我。那次过后，我的名声基本毁了，都说王家的女子是天棒，混得很，但村里人倒收敛了很多，没再敢特别明目张胆地欺负我家了。没想到现在这些人死灰复燃了，看来今天不把王娘娘骂得哭天抢地，就算我王翠花没本事。我撸起袖子，打算去找王娘娘算账，阿母却拉住了我，囡囡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别去。阿母说着，就一把把我抱住，哭得更伤心了。爸爸眉头深皱，吧嗒吧嗒抽完了烟，又在门槛磕了磕烟锅巴，才开口说话，孩子他妈，别哭了，囡囡亲生父母还站在这里呢。阿母听了，才把我放开，泪眼婆娑的用手摸我的脸，她的手上都是老茧，摸得我的脸生疼，但我一点也不在乎，反而心里热乎乎的，以至于都没在意爸爸的话。兄弟，你们家的牛该赶去哪里？一道好听的男声响起，声音厚重，就像桃花落在水面上，惊起一圈圈涟漪，让人舒服的毛孔都张开了。我这才想起那对男女和那个女孩。那对男女上来就说是我亲生爸妈，说我受苦了，抱着我又哭又笑。那个漂亮的女孩还一直朝我说对不起，神经兮兮的，我觉得特别可疑，像人贩子。我说这话不是乱说的，之前村子里来了几辆面包车，说是卖某某麻花的，可是没人买到麻花，村子里的娃娃倒是不见了几个，报案都没找回来。村子里都说那开面包车的是人贩子，人贩子拐跑了娃儿。爸爸、阿母一再叮嘱我，在坡上干活不能搭理陌生人。我一向听话，所以那对男女说的话我一句也没信。但我不傻，他们人多，我不能硬来。所以那个男人提出要帮我背猪草、牵牛的时候，我没有拒绝。但我盯着呢，猪草丢了没什么，他们把牛牵走了，那可就糟了。本来这是奇怪呢，我跑得飞快，想要给阿母和爸爸说这件事，可回家一看到阿母哭，我一时着急上火，就全给忘了。爸爸立马局促地站了起来，讪讪的嗫嚅着唇，却不晓得说话。我看爸爸不知道说，心里庆幸牛没有丢，就朝男人搭了话，你给我，我来把牛赶去圈里。这么说着，就摸了摸阿母的手，站了起来，朝男人走去，想接男人手上的牛绳赶牛。那个男人盯着我，脸色郁郁，眼里发红，却没有交给我牛绳。他身边的女人用手蒙着脸，已经哭出了声。女孩想拉女人的手，却被女人甩开。我被他们整懵了，以为他们想抢牛，立马撸起了袖子，看你们穿得人模狗样的，居然想抢牛，你们抢一个试试？当我王翠花是好惹的吗？阿母出声制止了我，囡囡，别这样，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，
你这样要遭天谴的。我被阿母的话镇住了，这对男女是我亲生父母，怎么可能？那个男人修长白皙，浑身贵气，女人红唇卷发，气质柔美，怎么看都跟我不搭边。爸爸木讷，阿母老实，又都没念书，别被人骗了。我闲时听村子里人说过，有些人贩子拐玩，不光是卖，有些是把玩弄残乞讨，有些是要玩的器官。阿母，你别听他们瞎说，他们说是亲生的就是亲生的了。他们这身打扮看起来不像村里人，更像是城里人。城里人生孩子都是去大医院的，我就是在镇医院生的，能有什么交集？阿母和爸爸听我说这话，彼此交换了眼神，好像是信了我的话。那对男女似乎熄了火，但还是装像，两人都是泪汪汪。我趁机把牛绳从男人手中抢过来，一边牵牛一边对爸爸、阿母说：爸爸、阿母，你们别随便信人，我先把牛赶去圈里，再去喂个猪。我以为这事儿就解决了，可等我赶牛进了圈，喂了几头大肥猪，回到前屋的时候，发觉我们家里挤满了人。那些人看起来像当官的，别的人我不认识，村长我倒是熟。爸爸耷拉着脸，好像变矮了几截，阿母抱着弟弟，又抹着眼泪，整个眼睛都被泪水泡肿了。那对男女和那个女孩也还没走。村长看我过来，慈爱地看着我，一反常态的一个劲儿地夸我。要知道，村长一向是个婆娘嘴，传闲话传得最传神，之前在背后说我是天棒，他说的最凶。村长过来摸着我的脑袋，憨厚地朝着男人示好，又转过头来说我走了大运，可以去城里过好日子了。我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，之前那个漂亮的女孩走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笑盈盈地说：咱们同一天生的，不过我早生几个小时，是你的姐姐了。妹妹，你辛苦了。爸妈说了，他们还要我，也会接你回家。以后我会照顾你，洋娃娃给你，房间给你，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你。我看着他的嘴开开合合，没注意他说什么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老天爷，他身上真香。想了想，又掐了自己一把，心里就又惦记起了家里的那头牛。今天回来的早，不知道牛吃饱了没。我回了亲生父母的家。亲生父母的家大得过分，一排排的洋房，又平又宽的道路，明亮洁净的，让我觉得自己像团脏污的浓墨。可明明我来之前，阿母给我穿上了最干净体面的衣服，那是一件碎花裙，虽然是地摊货，但是花花绿绿的，闻起来有股新衣服的味儿，并不是平时穿的那些人家淘汰的旧衣服。我向来大大咧咧，可到了这样好的地方，竟不自觉地缩手缩脚，干什么都不得劲儿。亲生父母对我很好，好得让我惶恐。我甚至不知道世上的父母会这样对自己的孩子。我刚到的时候，家里就有专门为我准备的房间了。我的房间在2楼，大大的床，落地的窗，窗外有棵梨树，被修剪过的梨枝伸了进来，像只调皮的绿松鼠。我怯怯地站着，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房间。亲生爸爸蹲下来，温和地望着我，笑得慈爱：宝宝，爸爸听说你很喜欢养父母家的梨树，只不过后来被人家砍了。那时候你一定很伤心。从没有人叫我宝宝，也没有人对我有那样柔软的目光，更没有人在意我伤不伤心。在我们乡下，光是活着就很难了，谁会在意这些呢？穷人被默认没有伤春悲秋的资格，因为一睁眼就要考虑下一顿饭吃不吃得上，更别提我们家里有病人了。我没有回答他，转过眼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平时的泼辣劲儿全没了。宝宝，你别拘束，这是你的家，你真正的家呀。来看看你的梨树，爸爸专门请人移栽在你的窗边，还叫人把伸进来的梨枝修剪成松鼠，多有趣啊。亲生爸爸看出了我的不自在，拉着我来到窗边，热情地介绍着梨树。梨树枝繁叶茂，充满了生命力，像极了从前家门口的梨树。这时候，亲生妈妈上楼了，她一步一动之间十分优雅。她端着果子，果子都被削成小兔子，白莹莹的，很可爱。宝宝，坐车累了吧？来，妈妈给你切了水果，你先吃，吃了我们下去吃饭。她这么说着，就拿牙签拿了个小兔子送到我嘴边。我愣愣的看着这精致的玩意儿，不知道从哪里下口，索性就用手拿下来，摊在手上细看。亲生妈妈看着我这样子，居然又红了眼睛。她放下果盘，抱着我哭。我不知道怎么惹她哭了，心里难受，又不知道怎么表达，
就试着用空着的手顺了顺他的背。亲生爸爸看了，抬手过来，拿掉我捏着的小兔子，不顾我被汁水沾脏的手，紧紧握着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我的宝宝受苦了，我的宝宝受苦了。”我其实并不觉得受苦，他们一来就给了我梨树，又给了我果子做的小兔子，我见了从前见都没见过的东西，怎么是受苦？亲生妈妈哭够了，又忙着给我洗澡换衣，样样都亲手干。我别扭的不行，又怕拒绝她又要哭，所以只能硬着头皮接受了。我第一次被打扮得那么溜光水亮，周正的不行，亲生妈妈围着我看，脸上多了丝笑意。等我把阿姆给我带的碎花裙收好，亲生父母就上前，一左一右地拉着我，带我下楼吃饭。等我们下去的时候，之前的女孩已经坐在饭桌上了。我注意到她看到亲生父母拉着我的手，眼神里有些受伤，但她很快扯了笑容出来，语气轻松愉快：“爸爸妈妈妹妹，你们下来了呀，快来吃饭。”亲生妈妈瞧了瞧我的脸色，又和爸爸交换了眼神，就只对女孩点了点头，感觉有些冷淡。他们的氛围变得很奇怪，就连我都感觉出来了。女孩一下子变了脸色，眼圈也红了，埋着头假装扒饭。亲生妈妈没管她，反而柔声地给我介绍菜式，问我喜欢吃什么。亲生爸爸也帮我拉开了椅子，扶着我坐下。他们说话温温柔柔，不厌其烦地问我想吃什么，动不动就给我夹菜，轻声说：“宝宝，尝尝这个。”甚至他们时不时的就要揉目望我，然后互相对视，再心照不宣地笑起来。我被他们弄得毛骨悚然，就算是吃龙肉也不香了。为了缓解一下亲生父母对我的注意力，我主动问起了女孩的名字。女孩朝我笑笑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苏如意，弦弄玉如意，天河拜炼衡里的如意。你呢？你叫什么？”我扒拉了口饭，随口说道：“王翠花，名字也不错，有花有草，热闹。”苏如意皱了皱眉，起了疑惑：“你名字里倒是有花，什么地方有草呢？”我把菜嚼得嘎嘎响，吃得又快又香，抽空回他的话：“我阿母说的有，她说翠就是绿色的意思，小草就是绿色。闺女取个有花有草的名字好，花娇艳，小草坚强，好养活，就算再差的条件都能活。阿母说，穷人就得好养活，咋整都能活，不然没盼头。”我刚说完，亲生妈妈就蒙着脸，哭着跑进了房间，亲生爸爸也红着眼追了出去。老天爷，咋这两人又开始整活了？一天硬是多愁善感的很啊。他们一天都是泪眼汪汪的，我看着感觉心累，这简直比我在家插秧割麦还累哇。要不是我阿母爸爸不要我了，硬是想我来城里读书过好日子，我还真不想来。说起来也不知道家里的牛有没有人喂，那几头大肥猪快出栏了，爸爸和阿母那么老实，又不怎么识数，也不晓得人家会不会占他们的便宜，少给钱或者给价钱。我正为家里的牛和大肥猪忧愁，冷不丁听到苏如意说话，吓了一跳，也没听清她说什么，下意识又问了她一遍。苏如意也没生气，柔和地看着我，轻轻地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妹妹，我刚刚说妈妈哭了，我们过去看看，好劝劝她。”她说的也不无道理，我没有拒绝她，就跟在她身后，一起去亲生父母刚刚跑去的房间。我们轻手轻脚地到了门外，正想敲门，就听到他们在谈话。亲生妈妈在里面又哭又说，她压着嗓子，但一字一句却很清晰：“老公，我的心好痛。我们的亲生女儿流落在外，过的那是人的日子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居然取个名字叫王翠花，还小草坚强，好养活。我的女儿何该是如珠如宝，她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我都舍得摘下来给她。”亲生爸爸低声劝她：“老婆，你不要这么想，好歹我们的宝宝还在，还活着，他的养父母养着他一条命。”我觉得亲生爸爸说的有道理，阿母、爸爸他们尽力了，家里那么穷，也一直坚持让我上学。要知道咱们村里的姑娘很多都早早的辍学，去厂里打工挣钱养家。等到了年龄，那些姑娘就马不停蹄的相亲，再给父母挣一大笔彩礼钱，好替哥哥或者弟弟娶媳妇儿，一辈子都被吃干抹净了的。亲生妈妈还是哭，语气里充满了愤怒：“你这么说什么意思？我们女儿就只配有一条命？难道我们没帮他们养女儿？你知不知道他们女儿偷走了我们女儿的人生？你看我们把他们女儿培养得多优秀，从小读名校，会跳芭蕾，
能弹钢琴，也经常花大价钱出国参加竞赛，可以说她赢在了起跑线上。可我们的女儿呢？一直在乡下放牛割草，照顾病地，跟人吵架骂脏话，连棵喜欢的梨树都被人砍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看着好心疼，我的心都不是自己的了。我一想到这些，心里的阴暗面就都出来了。亲生爸爸拦着他，老婆，你话别说那么难听，小心如意听到了。亲生妈妈一味地哭，甚至哭得更伤心，语气里的怨气更大了。她听到了就听到了，我无所谓，反正我们好吃好喝的养了她这么多年，她也花得着了。亲生爸爸仍旧是劝，老婆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毕竟如意我们养了这么多年，好歹也有感情。你以前最疼她了，她咳嗽一声你就担心的睡不着。可能是亲生爸爸戳到亲生妈妈的心窝子了，他语气称得上有些怨毒了。苏深，我们当年熬得那么苦才熬出来，为了什么？说到底，为千为万，还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孩子？结果现在呢，却为别人家孩子做嫁衣裳。你叫我怎么想得通？我当时就说，咱们只接亲生女儿，各管各的女儿，不让如意回来了，不然我心里不平衡。你不干，非要接回来不可。现在我看她在，时时刻刻都感觉在戳我心窝子。这些话可谓是杀人诛心了。苏如意捂着嘴，无声的流泪，就如那被雨打的浇花。我收回了敲门的手，默默地用手盖着她的耳朵，用生平最柔软的声音说，不要听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这么说完，就又主动牵她的手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我要在城里上学了，听说我要上的学校很好，是本市最高的高中，又听说在那里面读书的学生有钱有权占主要，成绩优异倒占次要了。我这些听说都是从祥嫂嘴里听来的。祥嫂是亲生父母家里的佣人，专管厨房。回家以来，我干啥都别别扭扭的，亲生父母一天过分关注我不说，还不要我干活。苏如意一天又总躲在房里，轻易不出来。我这人劳碌惯了的，一天不干活活动活动筋骨，那是哪儿都不舒服。所以我总是趁着亲生父母不注意的时候溜进溜出，总要找点活干，心里才踏实。厨房的活计相对多些，我溜进去的次数多些。反正每次一进厨房，我就忙着洗菜切菜，眼里都是活儿，整个人忙得热火朝天，祥嫂拦都拦不住。后来祥嫂也就不拦了，我们两个就一边干活，一边天南海北的聊天。我跟祥嫂很投缘，两个人能聊到一块儿去，从家里的牛大肥猪怎么喂怎么养，再聊到猪贩子缺斤少两，反正就是聊得唾沫横飞，兴致勃勃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就不知不觉聊到了我要上的学校。可我听了祥嫂的话，心里直发怵，再没有聊大肥猪怎么喂得如鱼得水。到了上学那天，我被亲生父母的阵仗整震惊了。亲生爸爸穿着一套白西装，西装口袋里别着钢笔，亲生妈妈卷发挽起，穿着长裙，别了个胸针。这两个人站在一处，活像要去拍戏。我被这样的华丽震撼住了，但随即一阵脸红。说实话，要是在乡下，他们穿这一身去我学校，估计得被同学撵着当猴看。亲生父母难得有些紧张，特别是亲生爸爸，整个人微有些僵直，笑容也没有平时自然。亲生妈妈左看看右瞧瞧，生怕有什么瑕疵，嘴里还不住地问我，宝宝，爸爸妈妈穿这一身隆不隆重？会不会给你丢脸？我没在城里上过学，咋晓得这样穿丢不丢脸？但我不敢说实话，免得又惹他哭。好在这时候苏如意下来了，我像看到救命稻草一样，上去就拉着他，问他的意见。苏如意，你帮着看看，爸爸妈妈穿成这样行不行？反正现在咱两个一个学校，你肯定比我懂。苏如意脸色很憔悴，眼睛也是肿的，整个人恹恹的，但她还是勉强笑起来，先给亲生爸妈打了招呼，再轻声对我说，这样穿就很好，同学们就追捧这样的。亲生爸爸对他轻点了点头，亲生妈妈没有理他，只晓得怜爱地看着我，还过来拉着我的手，不住地摩挲着。我有些尴尬，本来想喊苏如意一起上学，亲生爸爸却开口了，如意，你妹妹第一天在这边上学，我和妈妈要去送她，你就叫家里司机送你去学校。苏如意咬着下唇，轻轻嗯了一声，声音比蚊子音还小。
本来我还想说什么，可亲生妈妈却拥着我往外走了。我去了一眼，看到苏如意站在原处，孤零零的，看起来很可怜。亲生父母带我见了校长，校长很和蔼，还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有些紧张，死死捏着亲生妈妈的手，结结巴巴地回答：苏翠花。校长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亲生爸爸也有些尴尬。我现在晓得了，在城里叫翠花好像是见不得人的，但是那是阿母和爸爸给我取的，也包含了他们对我的祝愿。对他们，我也只有这点子念想了。毕竟我连姓都改了，不再姓王，改姓苏。在送我进教室之前，亲生父母比我还紧张，他们2个人一人用一只手摸着我的头，差点把我的头都摸秃瓢了。亲生爸爸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，生怕我不适应学校的环境。亲生妈妈更夸张，抱着我不撒手，一个劲儿地念：哎呦，我和宝宝带习惯了，这要上一天学见不到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这个就只是上学，整得也太夸张了吧。好不容易劝他们回了家，我正打算整理书包进教室，不经意抬头就发现苏如意扒拉着窗户，痴望着亲生父母离开的方向，眼泪水长流。哎呀呀，我觉得我又该哄她了。我上学之后，因为普通话不怎么标准，就不怎么好意思和同学们搭话。好吧，我说实话，其实我不光普通话不标准，名字也老被人笑，甚至穿上亲生妈妈精心挑选的新衣服，也被大家认作气质老土。总之一句话，我什么都与同学们格格不入。就算我鼓起勇气和同学们搭话，人家也只是抬起头，拿鼻孔对我，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。于是我只有在班上装鹌鹑，一天到晚赶学习。我觉得我可以用学习来打他们的脸，毕竟在乡下那会儿，我学习成绩一直挺好，稳居全校第一。哼，我要让城里的同学知道，乡下孩子只是条件没他们好，智商肯定和他们是一样的，甚至比他们还高。可是很快我就发现，被打脸的是我。城里和乡下的教育真的差太远了，很多他们觉得是基础的知识点，我之前还没学过。这就算了，最让我崩溃的是英语课。英语老师全英语教学，我听都听不懂，可同学们都已经把英语说得像第二母语了。我最害怕英语老师提问了，一旦抽到我，那一口大碴子味的英语口音，能把全班笑得抽过去。任我脸皮再厚，也忍不住脸红脖子粗。我咋跟同学们比？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学习英语了，平时还时不时出国玩。而我在乡下，初中才开始学26个英文字母，老师也没教过音标，甚至老师自己说的英语都有口音。而且这些同学已经这么厉害了，他们还个个都上辅导班，家里也请了一水儿的名师，早就不知道把乡下孩子甩几条街了。至于什么物理竞赛、数学竞赛之类的，我之前在乡下都没接触过，就更是望而却步了。我被打击得体无完肤，平生第一次感到沮丧。但是我这人一向不服输，于是我拼命补课，玩命学习。苏如意也天天陪着我，帮我梳理重点知识，还不厌其烦地纠正我英语口音。因为苏如意经常和我在一块儿，她帮我学习，我开导她心情，还天天与她逗趣儿。我们俩的关系日益亲密，倒真像一对姐妹花了。亲生父母看苏如意真心实意帮我，人也愈发懂事，加之我刻意天天说她的好话，他们对她有点改观了。特别是亲生妈妈，之前经常无视她，现在也能对她说2句话，虽然是公事公办的语气，但至少算个大的进步了。当然了，除开这些，生活是没有奇迹的，也不是爽文。我就算拼了这条命学习，却依旧赶不上同学们，因为我落下太多了。亲生父母见我这么拼命，又欣慰又心疼，成宿的陪我，这让我莫名有压力，心里就更想要把学习整好。我认为只有把学习成绩提上去，亲生父母才会对我养父母改观，从而才能不把对养父母的怨气全撒在苏如意身上。就在这时候，班上的学委居然主动提出要帮我查漏补缺，这简直就是瞌睡了刚好有人送枕头。学委学习成绩非常好，常年稳居全校第一，有他帮我，那我岂不是如有神助？果然，有了学委的帮助，我的进步很大。我十分感激，就经常送些亲手做的礼物给他，比如说手编的草蜢、竹蜻蜓，以及男孩子喜欢的弹弓。
学伟家庭条件好，也不缺什么，我送他亲手做的小玩意儿，他一定没见过。我想，我一定感动死他了。他以后估计会在学习方面对我倾囊相授。可不知怎么的，班上有些女生开始有意无意地针对我，女孩之间的针对简直恶毒又幼稚，我简直烦不胜烦。我当着苏如意的面前哀嚎，说城里的女孩不得了，她们肯定是看我最近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就嫉妒我智商超群，怕我超过她们，所以从无视我改为针对我了。苏如意温温柔柔的笑着抽出我的错题集，摊在我面前，才很认真地看着我说，有没有可能那些女孩不是嫉妒你的智商，而是嫉妒学伟和你走得近呢？我假装低头做错题集，头都不敢抬，耳朵也悄悄地泛了红。学伟长得很好，笑容温和，学习成绩又棒，比天之骄子还天之骄子。我虽自知配不上他，可却控制不了自己对他有朦胧的好感。苏如意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的头顶，又捏了捏我发红的耳垂，开玩笑似的说道，哟，我的傻妹妹，长大了，居然少女怀春了。我一听，脸立马发红发烫，掩饰似的拿开他的手，一味的否认，才没有呢，不要乱说啊。还有，苏如意同学，不要以为你和我熟，就随便摸人家的头。苏如意根本不听，又把我的头摸了一把，才改为捏我的圆脸，捏了不作数，还要搓一搓。傻妹妹，我觉得学伟这个人不怎么好，人品不行，你别和他深交。我难得有些扭捏，十分不自然地了一声，实则压根儿没把他的话放心上。武学伟要过生日，邀请了我和苏如意参加他的生日派对。我从没参加过什么生日派对，毕竟在乡下没几个人真过生日，煮碗长寿面就算了不得了。要是别的同学倒也就算了，拒绝就拒绝了，可偏偏是学伟。我不想拒绝，心里又怕丢人，在别人面前丢人就算了，唯独不能在学伟面前丢人。苏如意本来打算拒绝，可听我想去，也就应承了下来。有了如意陪我，我心里就没那么怕了，我知道他会帮我。学伟生日那天，我隆重打扮了一下，还带上了我亲手织的毛衣当成生日礼物。那件毛衣是熬夜织的，饱含了我无数心血。除了如意和学伟，班上同学还是不怎么待见我，好点的只是不搭理我，没礼貌的就聚在一堆，对我指指点点的，一直窃笑着说我闲话。如意很生气，打算和那些人呛两句，但我顾及今儿是学伟的生日派对，一直拉着他没让去。那些小把戏我根本不在意，说说闲话而已，说就说呗，又少不了一块肉，反正我又不在乎他们。可是如意听不惯，拉着我去了外面透气，东挑西选的，终于选定了去学伟家的花园逛逛。那花园花草茂盛，香气阵阵，闻起来舒服极了。因为十分惬意，我和如意很享受，所以一路只挽着手，谁也没有讲话。张元，你不会真看上新赚来的乡下土包子吧？张元是学伟的名字。我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，心跳都漏了一拍，急忙拉着如意停了下来，想听个答案。哼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张元的语气不屑，根本不像平时那样温和。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喜欢那种又秃又傻的？那你为什么主动帮他？是不是为了苏如意？刚刚那道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我放开如意的手，往前移了几步，朝那边看去。张元和一个男生敞着校服，交叉着腿，熟练地叼着烟，吞云吐雾，与以往品学兼优的形象相差甚远。张元听了那男生的话，虚虚地去了他一眼，随即就呸了一声，语气十分嫌弃。要不是如意不理我，我怎么会挨苏翠花那种脏东西？哎呀，提他那么秃的名字，我都感觉恶心。你不知道，我实在是忍够了那秃狗。他每次吃什么东西，胀死了都要吃完，说什么不想浪费粮食，就像猪一样。他还经常送一些不入流的乡下玩意儿给我，你知道有什么吗？草蜢、竹蜻蜓之类的，简直把我当傻子哄。这次我生日本来不想请他，但是他不来，如意就不会来。尼玛，那玩意儿一晚上都和如意挨一块儿，我想和如意说几句话都不成，真晦气。他这么说完，丢下手中的烟头，狠狠地踩灭了。我没想到张元会这么说，整个人愣在原处，眼泪一下子被闭在眼中。靠，你个鳖孙，敢骂我妹妹，老娘和你拼了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感觉面上一阵风，
再抬眼就看到如意像一支箭一般弹射出去，冲去了张元面前。可惜如意打架是生手，先想扇张元耳光，却被他一躲，倒闪了他自己的腰。好在他反应快，立马调整姿态，却下意识想去扯张元的头发。张元头发短，他扯了个空。他急得直骂，但是骂人词汇匮乏，根本伤不了张元半分。张元发觉是他，当即抓了他的手，笑得流里流气，居然想占他便宜。于是我出手了，我一个飞腿过去，踢了张元的膝盖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又一个扫堂腿，蹬了他一个屁股墩儿。别说，比起别人的，张元的屁股墩软些。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下来，张元只晓得鬼哭狼嚎。我懒得理他，又伸手掐了他两胳膊的嫩肉。我估摸着这力度下去，张元的两胳膊估计淤青了。哼，谁叫他这两猪蹄儿抓如意手的？活该！旁边站着的男生吓傻了，居然都不知道喊。我拍了拍手，把如意拉过来，然后看着哭嚎的张元和那个男生，抡了抡眉，沉着声音说：“亲爱的学伟和这位男同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开始骂你们了。”那两人一脸懵的空当，我已经坐了下来，拿出了以前在村里骂人的气势，向他们口吐芬芳。不出10分钟，那两人就抱头鼠窜了。我有些意犹未尽，感觉不过瘾。现在的年轻人不行，咱们村里的大爹可是能承受3天3夜呢。等他们跑远了，我才站了起来，从包里拿出亲手织的毛衣，扔进了花坛。说起来好心酸，我翠花第一次朦胧的小火花就这么消失了。如意看着我这一番操作，简直目瞪口呆，久久不能回神。我有点小得意，拉着她在带着花香的夜风中一起回家了。经过张元那事，我和如意更加亲密，两个人简直形影不离。本来我还害怕张元告状，毕竟我把他身上都揍淤青了。毕竟万一这事儿要是捅出去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到时候我亲生父母不会怨我，反而会更怨阿母和爸爸，怨他们没把我教好。反正在我亲生父母眼里，我肯定是没错的，错的都是别人。也是难为如意了，被我亲生父母溺爱10几年，居然还没长歪。我把张元可能告状的担忧告诉了如意，哪知如意狡黠一笑，掏出了手机，打开了相框，张元和那男同学吞云吐雾的照片就端端正正的出现了。傻妹妹，放心吧，你姐我想好了退路的。况且张元那厮很爱面子，他不好意思把被你揍的事儿说出去。如意收好了照片，又趁机摸了摸我的头顶。糟了，咱家另外的3口都爱摸我的头，我总有一天要被摸成秃瓢。这次风波一过，我和如意就一直沉溺于学习，两人都处于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。当然，班上同学还是不怎么搭理我，但没关系，我有如意搭理我就成。因为我和如意在学习上一直都很刻苦，期末考试就没辜负咱们。这次我们都考得不错，如意挤进了班级前10名，我也进步神速，从班上的倒数挤进了班级前30名。亲生父母很高兴，狠狠地夸奖了我，却有些忽视如意。我看着失落的如意，十分心痛，于是拉着她的手，又把亲生父母的手拉过来，叠在一起。爸爸妈妈姐姐，咱们家4个一条心好不好？现在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我这么说完，他们3人都有所动容，但很快妈妈就把脸偏转过去。我知道妈妈的心结没有打开，尽管我一再说我和如意被报错是命运的玩笑，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错，但妈妈还是觉得如果她和爸爸对如意好了，好像就对不住我了。可是妈妈，真的没有关系啊。我多希望你也能爱如意，因为我自己都很爱她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意是个傻瓜蛋，明明自己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却敢为了我去厮打张元这样的大小伙子。还有，平时最爱标榜文明的人，为了他这个名义上的妹妹，竟然吼骂出了一句鳖孙。从来没有人为我这样出过头，包括我的阿母和爸爸。第一次，我明白了，原来遇到事情，我也是可以依靠别人的呀。我一直紧绷的神经居然就松弛了下来。快过年的时候，我问如意想不想回乡下过年。如意眼神一亮，可随即又摇了摇头。我知道她想，因为她的枕头下放了阿母送她的东西，那是一把牛角梳，是阿母的陪嫁。
我们走的那天，阿母偷偷塞给了如意。阿母和爸爸很爱如意，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本事，连多看一眼他都觉得有愧。所以当亲生爸爸提出可以带如意一起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和阿母几乎是感激涕零。他们再老实，也知道对于如意留在原来的家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吵着要回乡下那个家过年，爸妈拗不过我，也就同意了。但他们两个小心眼，怕我过去了就不回来了，当即就决定以如意为借口，他们跟着去盯梢。于是咱们一家4口人就浩浩荡荡出发了。阿母和爸爸见到我们回去，忙着杀年猪招待我们，原本木讷的脸都笑得生动了起来。弟弟的病好了许多，一见我就抱着不撒手，眼泪汪汪地说想我，说的要多可怜就有多可怜。我一回来就撒开了欢，带着如意和弟弟漫山遍野的耍，一路上把好吃的好玩的薅了个遍。等完累了，我们几个就手拉着手回家，那欢声笑语真是响彻云霄。亲生妈妈早就等在路上，如意见到她立刻收了笑容，怯怯地喊了声妈妈，但如意没有等到她想要的回应。到了晚上，家里房间不够，得搭伙睡。亲生父母很高兴，急忙就认领了我，提出我们一家3口睡。如意有些受伤，阿母看着她那个样子，眼圈都红了，于是带着笨拙的讨好，试着邀请如意和她睡。好在如意答应了，阿母当场脸就笑开了花。亲生父母晚上搂着我睡，我们几个睡不着，盖着被子聊着天，这种感觉很新奇，也很幸福。聊到最后，我忍着困意，试着把话题再次扯回如意身上。我对亲生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在我和如意没被发现报错之前，你们一定待她如珠如宝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碎了，疼得跟眼珠子似的。我相信这些爱和陪伴是真的，不会因为血缘就消失不见。而且你们也知道，如意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把一切的错算在她头上，对她是不公平的。还有，你们不要怕我不高兴，我巴不得你们都爱她，因为我自己都超级爱如意啊。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，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，也不知道我掏心窝子的话，亲生父母听进去没有？我多希望我的如意过个欢乐年啊！外面下雪了，阿母叫我把围炉点燃，大家好烤火暖身子。我麻利的生了火，等火烧得足足的，就叫一大家子人起来烤火。阿母抱来了红薯、土豆、板栗、红枣、糍粑和橘子，叫我给大家烤着吃。我答应下来，把这些东西都放上去烤了，又去提了壶水，打算烧水沏茶给大家喝。过年了，外面鞭炮响了起来，屋里围炉上的橘子被炭火烤过，散发出橘皮的清香。如意拿了2个烤好的橘子，仔细的包好，递给我的亲生父母。亲生父母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就笑盈盈的接过去，然后不约而同的摸了摸如意的头。哎呀，我想我的如意，我的姐姐，今年也可以过一个好年了呢。